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新的司法解释，也是一个征求意见草案，是关于咱们的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啊，里边有一些与时俱进新的内容，其中有3条内容啊最吸引大家注意。第一条内容呢，就是说你夫妻共有财产啊，比方说婚前是我买的房子，然后呢我结婚了呢，这个我跟我媳妇感情不和，离了之后，我媳妇不能以这是我们共同财产为由拿走我房产的一半。第二个呢，女方说我不怀孕，我不给你生孩子，过去呢是侵犯了男方生育权，现在不算了，法院不支持了。第三个呢，这更有意思，就是说你呀，本来这个结了婚有配偶，在外边呢你包二奶或者找个小三儿什么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咱分手吧，我还得回归家庭，这小三儿说不行，你得赔偿我多少青春损失费，你得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告到法庭上，法院不予支持，不支持。所以这3条出台之后啊，我们看这个舆论界一片哗然。有的男的站在男人立场上，女的站在女人立场上，都发表不同意见。有的人总结啊，说这些不规矩的老爷们儿啊，该偷着笑了。你看自己花天酒地的，是起外心了，回头利益还能得到保证。说有的女同志，哎呀，我们女同志可倒了霉了，这个在家伺候孩子，伺候丈夫，最后离了，啥也没得着。还有的人说这些小三儿得注意了，你就是不要以为跟哪个男的签这个协议，谁包养你了之后，你就最后能得到，人到法院一告，人不支持这个。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因为毕竟婚姻呐，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而且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离婚率肯定比这个20-30年前要高多了，所以这个若干问题的解释啊，确确实实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我们看呢，现在我们这版婚姻法呢是81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离现在这已经30年了。那么这30年间，中国的婚姻关系跟婚姻状态，尤其是离婚各种各样的状况，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它出台司法解释呢，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过去婚姻法有好多规定的地方很模糊，你说你因为很模糊你就推翻了重新再来一个，那不是，咱一点点修订修补。所以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呢，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对法律负责任一种态度。时间发展到现在，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婚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你比方说独生子女家庭，还有不少丁克家庭不要孩子，而且有的是夫妻在一起生活谈不上你的我，就是变成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的。而且女性的社会地位比30年前提高了很多，而且女人呢挣钱呢，这个什么养家的，这个也比过去多了。同时呢，社会道德对于婚姻里边这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过去宽泛多了。以前的婚姻法里怎么定的呢？你比方说你提出离婚，你要是喜新厌旧什么的，我离，法院不支持，不准你们离。但是现在我不看这种喜新厌旧，哪怕你道德上有过错，那确实婚姻破裂了，那好，法院判你可以，过去甚至都不要离。所以这个呢，甭管谁有多少过错，有过错的人他也有人权，你要尊重人家离婚这种权利。所以现在的婚姻状态呢，那道德评判标准呢跟过去发生变化，法律保的是底线，跟道德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个时代往前进步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呢，在法律上就应该有体现，而不应该像过去那么模糊。这个就像西方人，你比方说结婚，我们看这个有洋派的婚礼啊，咱们能看到，有一个这个人站在你面前问你俩，说是你愿意跟他结为夫妇，无论今后贫穷、富贵、疾病、健康，你都愿意跟他牵手终生吗？往往这一方很深情答道，我愿意。And forsaking all others, keep thee only unto her for as long as ye both shall live. I do. 人家西方人现在婚姻也这样搞，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你都愿意跟他厮守终生吗？
啊，我愿意。接还有一句，直到我不愿意为止，这个叫以人为本。因为你难以确定你婚后是一种什么状态，开始甜哥哥蜜姐的，我就你的，你的就我的，哪想到婚后过了一段时间，人是会变的。所以我认为婚姻法与时俱进，它充分承认了婚姻的某种残酷性。什么叫残酷性呢？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两人是情投意合，出现变化以后，往往互相之间没有感情了，怎么办？那可能就争夺的是赤裸裸的利益。那么法律就要把这一面保障住，就我要保障双方的利益，避免出现一方侵害另一方利益的现状。所以法律守的是这个底线，它本身就是冷冰冰的，就是无情的。因为当你人走到无情的地步，法律就要出来保障你们的合法权益。所以说现在婚姻法这次的这个条款修订，其实就是尊重了婚姻的个人选择权、财产自治权，保障当事人的利益。那法律如果要浪漫起来讲人情，那就不叫法律了。其实这一点我们倒可以理解，比方说婚姻，有浪漫的人说我们是爱情的结晶，悲观的人说这是爱情的坟墓，老百姓说哎，就过日子呗，好好过呗。经济学家说的最准，婚姻是什么？社会最小的经济单位，一个合伙股份制公司，最小的公司。这个经济体描述是最准确的，也是最本质的。可能他不讲人情，但是当你双方出现婚姻破裂、离婚的时候呢，保障双方的权益，这也是社会向市场经济化发展过程当中大家这种市场经济意识、法治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当然了，就这三点不同，很多人提出看法，说你说这个男方婚前买了房子了这个最后离了，这房子还是他的，女的啥也没捞着。有的女的说我们冤呐，我们怎么？这是你错误的理解了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具体解释什么呢？比方说房子以前是人男方的，买了之后到离婚，原来就人家全资买的，当然该归人，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为了避免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不少女同志，这个结婚的观念是错误的。怎么个错误法呢？跟个大老板结婚，完了过两天离我就分他财产一半。以前的法律还支持这个的，共有财产一分一人一半。所以有一位这个理财专家说，男的你想快速的破产吗？那你就不停的结婚，不停的离婚，1/4、1/4、6/4分没了。那么这一条其实是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房子是我买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咱俩结婚之后一离婚，你分走我一半，这不是事实上的不劳而获吗？有的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啊，那他要贷款买，我们俩一块还贷款了，人家这个法律规定的很细。比方说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值100万，你贷了50万，首付50万，这首付是我付的然后结婚了，结婚我们还这50万贷款的，这过程当中我们俩共同还了20万贷款，还剩30万。那好，离婚了的时候呢，那30万贷款变成了男方个人的了，就他得他还。但这20万的婚内关系是一人还了一半，就不管你谁还多谁还少，只要你俩一块过日子，共同还这个贷款，一人10万。你要这房子是男方的，男方得补偿这女方10万块钱。当然你说那现在房子涨价，那你算吧，比方这100万涨1倍，涨到200万，那么你还这20万等于房子市值的40万，那男方就应该补偿女方20万，一半吗？人家这里规定的很清楚，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别想拿走。我认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产权明晰的一个表示。当然有的女同志说，那我冤死了，我在他家里拼死拼活的伺候他什么的，我又养孩子又什么的，这个在司法上还有相关解释。婚姻法第39条规定好了，就是财产分割的时候倾向于抚养子女一方和保证女方的权益。就说女方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说实在的，整体来看中国社会还是个男权社会，女方处于一种弱势。你比方说这种弱势体现在什么上？有的女同志都40多岁了，
你说男的跟他离婚了，丈夫跟他离了，这个男的现在40多岁，在社会往往还强势呢，好时候了，找个大姑娘都不困难了。女的40多岁再找就费劲了，尤其很多女的离不开孩子，一离婚首先想到要孩子，母子情深，母女情深，你带着孩子想再婚就难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女方在社会是有弱势的。所以说在分割财产上，婚姻法的自由裁量权最大，法官在判的时候自由裁量很大，他稍微会倾斜一点，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对女方权益的保护有多种形式。有的女说，那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包二奶找小三什么这些事让我自己搜集证据哪儿来？这个事情在司法上今后会有更完善的解释，就是说有过错的一方怎么赔偿。现在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什么在外边同居啊，什么重婚呐、包二奶这些事儿，有过错一方，司法判决要向无过错一方赔偿。那么这个赔偿，我倒认为司法解释应该给出明确的赔偿额度，太模糊了。现在有一种提法，就是你财产的30%要拿出来赔偿人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合理合适的一个法度。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不保护女方权益，是要保护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避免现在另一种恶劣的倾向，把婚姻当作致富的一个捷径。我跟你结婚没几天，感情不和，离婚，分我一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人能具备这种不劳而获的这种权利。所以司法对这方面的规定，我认为是合理的。它里边规定的很细，比方说你这个房子结婚以前呢，小两口没钱呢，男方的爹妈掏钱给买的，这个在司法上现在确认在赠与写的男方的名，那么离婚之后这房子还是男方，女方一分都拿不了。现在好多人都说，那你不保护女方利益，我们女多冤呢？可是大家不是想没想过，假如说离婚以后，这房子假如说都归了女方了，是女的岁数大了，离婚不好找。那么现在社会男的离了婚没有房子，他好找吗？女方要求男方一结婚有房有车，你没房子，这男的有时候更。所以眼下这个事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应了我们常说一句话，现在没房子结婚的，有房子离婚的，这是财产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你看，根据房子这种纠纷，我就感觉这个社会依然没有过渡到男女平等的时代，但是呢，个性价值已经解放了，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这时候会出现，男方会认为我们的权益就应该合法保护，女方认为保护我们权益同时我们是弱势群体，还得给我们补偿。所以这等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传统的婚姻方式和现代的法治观念、现代的婚姻方式发生了一个冲突。那么这次有关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恰恰是在这个层面给大伙儿一个回答，就是法治社会的观念很可能它比较残酷，你听着不近人情，但是这是现代社会的对个人权益的一种保障。法律本来就是冰冷的，它保的就是底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提倡西方人玩的那些东西，比方婚前财产协议，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婚前咱都写清楚，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是中国呢，婚前财产协议推行起来很困难，这个人情啊，把中国人害得不浅。咱们人类是需要人情，没有人情没有温暖呢。可是中国人的人情有点过度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法治观念的回归呢，我认为应该普遍提倡婚前财产协议。我认为甚至认为婚姻法里应该对婚前财产协议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婚前双方有义务制定，你要不制定这婚前财产协议，那好，那今后可能就一半一半，让你自己感受到离婚给你带来的这种权益上的侵害。所以我认为现在呢，司法上先明确了婚前这房子是谁的，那婚后离婚之后就是谁。我认为这是使大家确立婚前财产协议观念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咱们女观众说，你老梁是个男的，你就向着男的说话，你怎么？不是，在西方国家男女平等比咱们更进步，那确实有不少女老板呢，
女富婆啊，娶了这个男的，这关系也存在。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为这个婚姻法感到不合理、叫屈的女同志，其实你是先天就把自己先定位到弱势群体上了，你感觉不公平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站起来呢？妇女能顶半边天，你顶不起来，起码在权利上，我要争取跟你对等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权益、明晰产权，这是婚姻法一次了不起的进步。而且刚才我们说跟过去不一样的第二点，以前两口子在一块，男的要孩子，女的说不行，身体不好，不给你生孩子，男的侵犯我生育权，这是合理的。现在把这条取消了，为什么？尊重女人的权益。有的女人结婚了以后身体不好，一生孩子容易出问题，咱们经常会听到医院有时候说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呀？你说这种选择多残酷。还有的女同志一结了婚以后呢，我想事业上多干两年，很难的催着我岁数大了我要孩子。女人有充分的选择权，我认为这绝对是尊重人性的一种方式。而男人要求自个儿老婆非给自个儿生孩子，我倒认为这是侵犯人权，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这条也是与时俱进的一种反应。还有最后那条很好玩，关于小三二奶的问题。以前呢，你比方说这男的不守规矩，在外边包一个，当然女的也有不守规矩，在外边养情夫的，不是没有啊。那么怎么样对待这个婚外情人？说了，咱俩签个协议，我一年给你几十万，我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这个协议严格说是不道德的。你作为这个小三来讲，不是在做拆散人家庭的这种想法吗？所以说，假如这个男的没有给到位这钱，这小三就告去，法院不支持。我认为这条也是合理的，本来你就不是什么好事，我凭什么支持你呀？所以我认为这条规定是等于告诉那些不知道廉耻的，还对破坏人家庭抱有幻想的人，你要认清眼前这个人，你能不能对他托付终生，他能不能对你负责任？你这时候想到我拿这协议到法院告去，他说了一年给我多少钱没给，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我倒觉得这一条在一定程度上会使那些蠢蠢欲动的想要拆散人家庭的，无论男还是女，他得考虑考虑，我相中这个人可信不可信。所以我说这三条我倒认为没有什么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有冲击的地方，它只是在底线的基础上保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它不涉及到一些道德感情式的东西。所以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女的男的抱怨这不对那不对，你好好想想，就是你还没有完全适应中国从旧的观念走向新的观念，还没有完全适应一个以道德人情笼罩的社会变成了用法治民主为主纲的这样一个社会，而中国将来必然在这个路上大踏步的向前走，我认为这是与时俱进一个了不起的进步。那么最后呢，我也想对那些说你看过去那个怎么多稳定，以前有好多东西并不对，但是过去有一些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咱们到现在反而没有继承。你比方咱们一说婚姻法，有人就大骂封建社会婚姻摧残妇女，不保护妇女怎么？如果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是摧残妇女压迫妇女的话，妇女一点合法权益保证不了的话，那中国人早绝种了，被迫害死了，没活路了，反抗吧。那么我为什么说这话？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过去妇女在婚姻这块讲究7出3不出，它就是规定7种情况男的可以休妻，3种情况男的绝对不能休妻。我细给大伙解释解释何谓7出。7出第一个，淫者出，就是奸淫这淫。妒者出，这一条多少有点不合理，但是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应，就是你嫉妒丈夫又这个娶2房3房，那丈夫就有权利休你。这个是来自哪儿呢？来自第3条，无子嗣者出，这个多少有点不合理。再往下你看，不顺公婆者出，你不孝敬公公婆婆，再一个多言者出。什么叫多言者出？张家长李爷短，仨蛤蟆5个眼，背地里老婆婆对咱差了，你小叔这也不怎么地了，把家里的关系搅得一团糟，为多言。
还有恶疾者出。什么叫恶疾者出呢？就是说你得了恶性传染病，这在过去来看，那不祥之兆，这不是好事，这也是当时条件决定的。还有一个盗者出，盗什么？偷东西。什么意思？把婆家东西拿着大把往娘人那送，总共这个7种情况是可以休妻的。那我比较贤惠贤淑，没有这7种情况，你不能随便休我。这往往在女权极为低下的社会里呢，对妇女其实实行了一种保护。而更为合理的呢，3不出，有3种情况，无论你犯了这7出哪一条，有这3种情况你就不能休，这叫3不出。什么叫3不出呢？第一个，与夫3年丧者不能出。就说呀，你父母有一个没了，这老婆陪着你呢，给父母守孝3年，这就算能正式入祖坟了，是你家人了，名正言顺，你不能休。第二种是先贫贱而后富贵者不能出，就是我跟你在一块苦日子，糟糠之妻遭罪，后来你发达了，那你不能一发达了就把糟糠之妻抛弃了，找小来。还有第三个大伙儿听好了，这个第3个是最关键的。这第3是什么？有所娶无所归者不能出。什么意思？我娶你的时候你娘家有人，我现在想休你了，你犯了7出了，那里边什么的，我要休你，可是你娘家没人了，或者死或者走死逃亡，没有人了，你无所依靠啊。那过去妇女单独没法过日子，家汉穿衣吃饭，不就这来的吗？那么有所娶无所归者不能出，怎么着我都得养着你。大伙儿听听，7出3不出搁在一起，咱们观众朋友都有自个儿的判断，你琢磨琢磨，这到底是剥削压榨妇女、摧残妇女，还是在女权低下的社会里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妇女呢？咱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杆秤。所以我说呀，过去的有一些规矩其实依然在指导着我们现代婚姻法往前走，就是怎么样在特殊社会形态下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社会进步到文明民主的这个形态，相对来说呢是道德人情占上风就怎么保护，现在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这都是与时俱进。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婚姻法呢，关于司法这个婚姻方面的这个若干问题解释啊，它起到了一个作用，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让你想离婚的人少点纠纷，保护自己权益，让你想结婚的人动机单纯点，不要试图借助婚姻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物质目的。所以我认为这3条与时俱进的改动是符合公序良俗。大家热议的话题啊，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以前很少见到的现象，什么呢？就在醉驾入刑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发现呢，全国人大立法委员会和公安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这个醉驾入刑啊一些相关的解释不一致。你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呢，副院长张军就认为啊，不能所有的醉酒一律都入刑，这是有问题的，涉嫌打击面太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不应理解为醉驾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引发轩然大波。本周，最高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具体追究刑事责任上慎重稳妥。那么有人就认为啊，为什么最高院这么说呢？比方说咱们看这个，由于这个醉酒引发的一些惨案车祸非常多，所以老百姓的民意是对于这些喝醉酒开车的人就要很收拾，严厉打击。结果这种意见呢反映到立法委员会那儿去，造成立法委员会呢仓促出台这个醉驾入刑，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论证，说这等于是司法呀受到了民意的干扰。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民意干扰司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以往知道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很严重，那么呢在权力之外，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发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那么民意啊越来越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当然这个呢它的前提，民意的急先锋是媒体的报道。那么在媒体报道做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呢，汹涌的民意确实对很多案件的判决产生了一些影响。
所以有人说呀，现在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司法。当然，我们说民意绝大多数的时候，应该说它是反映了一种公正的方向上。你比方说，我们早些年像孙志刚的案件，后来不是废除了这个收容制度吗？包括躲猫猫那个事儿，都是在民意的推动下，司法最终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说民意呢，它毕竟不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东西，也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民意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犯道德化。那么法律呢，为了展示它的一种威严的话呢，一般来说民意意见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能影响自己的一种判决，否则的话你法律的威严何在？所以我们说这个民意和权利一样，他们都不能成为干预司法的东西，司法必须相对保持独立，这样才能保持法律的权威，这是法治社会一个根本。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法院判决呀，好像在权力跟民意之间呢，小心翼翼的在那小步往前倒，有的时候跟小媳妇儿似的，你看着那么委屈，那么受罪。你比方说最近大家都很了解那个药家鑫杀人那个案件。2010年10月20号，骑电动车下班回家的26岁女工张妙，和驾驶红色克鲁兹轿车回家的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在西安市长安区翰林路中段相遇。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受伤倒地。车祸发生后，药家鑫并没有选择报警救人，而是从随身背包中拿出刀来，向张妙捅了6刀，其中1刀刺中心脏。根据事后医生检查，当时被撞的张妙只是腿骨骨折、颅脑轻度损伤，如果被救起送往医院，完全可以治好。今年3月23号呢，西安中院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说药家鑫判死刑，这是2审都完事儿了，大家也都知道。那么1审开庭的时候，有一幕非常滑稽的事情，就是西安中院的人呢，这不是药家鑫这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吗？来了不少记者，还有不少旁听的，给这些记者是旁听的呢，每个人发一个调查问卷。这个问卷上有2道问题，就第一，你认为药家鑫应该怎么判？第二个就是你对这个庭审我们发调查问卷这事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你看看法院法官在那判这案子，居然开庭发调查问卷，给人感觉居委会主任呢，你们说呀，我们这物业怎么样啊？我们这垃圾什么时候到啊？我们这个小区的卫生怎么？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就法院明明是很有威严的法官，这时候却成了小媳妇儿，要小心翼翼看大家的脸色。那么说西安中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源自从2008年开始，陕西的这个高院就已经发了个文了，就关于要向这个公民征求意见的这么一个通知书。就庭审的时候，这些旁听的公民你得向人征求意见，让他们来看看我们这个该怎么判呢？咱们参考人意见呢？司法公正不公正啊？我们说这个正是由于陕西的高院当时提出来，所以西安中院的时候审判的时候，那么多记者来了，才赶紧这么弄。这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不就好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吗？小心翼翼的，还得看别人脸色。那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司法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司法受民意影响啊，司法并不真正的怕民意，他怕民意，本质来讲是什么呢？是怕权力。说那这俩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民意汹涌的时候，就会给上层的权力带来很大压力。所以司法部门怕的不是民意，他怕的是由民意引起的震动，引起上层的关注，乃至上层认为你怎么搞的？怎么这事没处理好呢？其实他看起来是民意在影响司法，本质来讲还是权力在影响司法。这也说明我们中国这个司法呀，目前不独立这种状况，司法本身受权力干扰的比较大。那么这些年来看呢，说实在有很多人比较了，就是中国跟西方司法的一些不同的地方。你比方说，在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的法庭上面，他不有陪审员吗？陪审团这些成员
他是不能轻易受外界干扰的。比方说，自打他上任，对这个案件怎么判，他就不能看电视，不能上网，不能看报纸，就避免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因为媒体反映民意嘛。甚至你出去买个食品，法警都跟着你，你别跟别人乱打招呼。哪个人跟你说，哎呀，那个人有罪呀，不要受这影响，才能保证你这种独立公正的判决。如果你今天这法律制定完了，今天这块民意说认为该重判，明天那说应该轻判，你法官随着这个像松紧带来回弄，这个法律的威严何在啊？就是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变成了一种政策式的可以刮风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不具备一种威严。咱们实事求是说，这些年来，就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呀，就说民意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当然，我们说民意成为重要力量是好事，但是这种民意有的时候形成了一种推动力量之后，当权力忌惮这种民意的时候，权力就会通过自己的影响来干预司法，然后通过司法来平息民意。当然，更多的时候这里是有积极作用，但是有的时候也对司法的公正产生影响。咱们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1997年的时候，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红塔集团就是出红塔山烟的，原来叫玉溪卷烟厂嘛。红塔集团的领导褚时健犯事了，涉嫌巨额的经济犯罪。那么，如果按当时的这个刑法来看，就是法律条文看，这种巨额经济犯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立即执行。那么当时云南省的舆论，包括一些官员的舆论，媒体又不少人说褚时健是个好人呐，说他这贡献太大了。你看他把红塔集团弄成什么样，由原来一点不知名的小烟厂，变成了这些年他当时发案的时候已经给国家上交利税1400多个亿。红塔集团作为卷烟草集团的话，亚洲第一，世界第3，光红塔山这品牌就值400多个亿，说给云南的贡献太大了，交了那么多税，应该轻判呢。但不少人说褚时健道德上还立得住，有这事儿那事儿，还有慈善什么的。我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过去贡献再大，不等于你犯了罪能抵罪呀，这是咱们最基本的道理。可是当时民意汹汹，有一些官员也说：“哎呀，这个褚时健好人呐，贡献很大嘛。”结果最后褚时健判了什么呢？给他判了连死缓都没有，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后来又减刑到17年，97年进去的，2002年他蹲了才5年多监狱。结果呢，就保外就医出来。所以这个后来有人认为，这就是民意当时干预司法，很多的民意对褚时健是有利的。那么这是一个对嫌疑人有好处的，还有产生了巨大危害的。也是1997年8月份的时候，郑州呢有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叫张金柱，咱们可能有不少的年岁大的观众朋友能记得这个事儿。张金柱呢喝醉酒了，开车逆行。前面呢有一个自行车上边父子俩把孩子撞飞了，连车子带他爸爸卷到车底下，给拖了1500米。最后反正是现场是惨不忍睹。那么这个事儿呢，最后判呢是以交通肇事罪跟故意杀人罪，就故意伤害罪合到一起，把张金柱判死刑，立即执行。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呢，他喝醉酒了，他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没有要故意害人，交通肇事造成恶劣后果，这是肯定的。可是当时呢，媒体报道跟进了，媒体不少的上面都这标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法院一看，这民意太强烈了，判吧，就给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按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罪不至死。咱们都知道成都孙伟明那个案件，那不就是吗？死了好几个人呢，最后也没给最后判他死刑吗？就说他自己由于喝多了，他主观上没有那种一定要害人的动机，最不至于马上就判死刑。就是这种报道形成一种民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刚才我提这一正一反两个案例，都是说明民意有的时候非理性，它不具备绝对的理性，
有的时候容易犯道德化，有时候容易很情绪化，难免会干预司法的这种判断。那么其实这个事儿最近这些年呢，我们身边发生过很多就是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你像药家鑫这个事儿，这网上多少人议论，这多可恨呐！有的说不是激情犯罪，有人说胡说八道，怎么能是激情犯罪呢？你看这几年类似这样的案子在全国出了很多。比方说我再举几个例子，09年这个湖北巴东镇那个邓玉娇那个案件，邓玉娇呢就是一个娱乐城的一个服务人员，结果当地有这么3个当官的，什么招商办主任了，喝差不多了，到这里寻欢作乐，就非要拽他陪这几位洗澡，黄色陪侍。邓玉娇说我不是那个陪侍的，我是服务员，不干。这几人动手动脚的，哎呦强迫他怎么的。这时候呢，邓玉娇抽出水果刀，刺死了一个当官的，又刺伤了一个。最后呢，法院给判的呢是等于释放了，就等于免予处罚。说免予处罚是什么意思呢？已经给定性了，这是故意伤害的，但是呢，它属于防卫过当，正当防卫，就非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但是人家不至于就死，给刺死了，说这个防卫过当。然后呢，说给他做精神病检查，说发现他是有点轻度精神病啊，他还有自首情节，免予处罚吧。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判呢？照理说，正常来讲，这个案子邓玉娇是肯定要受到法律的惩处的。就是再怎么非法侵害，人家不是要你命，比方说调戏你干怎么的，你也不至于把人就给捅死啊，一死一伤啊。可是当时我们说，就现在咱们老百姓听这事飞扬跋扈的腐败分子，就是老百姓把对腐败的痛恨挪到了这几个，就是我们说受害人身上。结果呢，反过来这种舆论呢，变得对邓玉娇非常同情。最后呢，把邓玉娇做个鉴定，说他是有点轻度精神病，然后呢就给放了，免予处罚了。就说当地的还是哪家媒体还把邓玉娇弄去上班去了，说照顾他。我们说他是精神病，你怎么能弄让他上班呢？这不都胡闹吗？所以这个邓玉娇这个事情，我们说我们同情邓玉娇，痛恨腐败分子，这没有问题。可是这个事情不能把它搁到法律天平上，当成一个砝码来看。所以我认为邓玉娇事件也是一种民意干预司法的典型。还有的时候面对着汹汹民意的时候呢，为了不让这个事情扩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硬给压下。你比方说南京出那个彭宇那个案子，从车上下来，对面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是不是他撞倒的都难说，后来形成争议了。结果老太太到医院一看病呢，得换这个人造股骨头，得好几万，就说就是你给我撞倒的。然而就在出院不久后，跌倒的徐老太太却指认自己恰恰是被彭宇撞倒的，而且她被摔成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于是事情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将彭宇告到法院，要向彭宇索赔13万多元。这彭宇觉得自个儿很冤，没有我助人为乐，我还出事了，我还被人告了。双方1审2审争执不休，最后一看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也不怎么着就说双方啊庭外和解了。怎么和解的没说。你看这个事儿，照理说和解之后到底谁的理谁的非，全国引起这么大关注了，你司法部门得给个解释吧，你得说说你们的理由吧。他庭外和解咱也得认呢，因为这个事情在道德层面上，如果你这种情况下把彭宇判罪判刑了，比方说他有赔偿什么，谁还敢见义勇为啊？这是有影响的。但是当地一看坏了，这民意汹汹，舆论太厉害了，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这个事儿，躲开矛盾。庭外和解也不怎么着，就把这事给压下了。这也是民意影响了司法。像现在咱们有的人钱包被偷了，恨小偷，哎，把小偷逮住就得枪毙，这才没人敢偷。这是你发泄情绪，你发牢骚，这不是正常的法律标准和观点。所以我们刚才说这几个例子，你可以看出来，还是我前面总结那个，为什么民意在一定程度上能干预司法？那是因为权力对民意特别重视了。当这个民情汹涌的时候，权力就会考虑，哎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要让老百姓这个民愤得平一平啊？别到时候大伙儿都情绪冲动，所以这时候权力会干预司法，让他尊重一下民意。
结果这时候司法成了中间的小媳妇，倒了霉了，两头摇摆不定。就是你民意再汹涌，他只能借刀杀人，这刀掌握在法院手里，法院如果是不把这刀借给他，能杀人吗？所以我们要呼唤呢，司法在这时候既要公正，还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不要受更多权力的干预。那么我们前面说，怎么样能够做到司法还得尊重民意呢？因为我们知道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媒体在一定程度可以监督司法，不是像前面那样似的当庭发这个调查卷。我认为当庭发调查问卷是作秀，这是给上面看看，给老百姓看，你看我们尊重你意见了。庭审的人能有多少？50、60个人，这些人能代表广大老百姓吗？肯定不能啊！给这些发问卷拉倒了，这不是形式主义吗？这不完全走过场吗？糊弄人的吗？这叫作秀。真正的尊重民意是什么？司法完全透明公开，审判过程公开。我们有不少案子关起门来审，不让媒体跑来监督了，或者只准许他认为是御用的媒体跑来监督了，这是绝对有问题的。就真尊重民意，让所有的审判过程公开。为什么民意对司法有时候有意见？不是监督司法的，那是监督权力的，不要让权力更多的干预司法。老百姓对于最后一条底线法律要被突破了，充满着担忧。所以民意监督司法，本质是民意要监督权力，防止权力干预司法。所以权力不干预司法最好的方式，司法公正透明，整个过程完全公开，大家看看。如果整个这过程都透明都公开的话，那么其实民意他监督的除了权力以外，就能更好的对司法实行这种监督作用。那么还有一点，除了说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以外，在判决完了之后，一定要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把整个这个审判的理由给大伙说清楚了。我认为做到这2点，这其实就是司法尊重民意，考虑老百姓的意见。所以说真的不用像小媳妇似的作秀似的给发什么调查卷，你只有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向大家解释清楚，这才能避免大家认为权力影响司法的这种嫌疑。所以在这个时候，民意往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司法公正判决的作用。所以我们呼唤我们社会的司法进一步的公正，不受权力的干扰。